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史界文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正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好，来关注一下哦，因为川普现在大刀一挥，又朝着进口关旅说要翻倍关税，6月4号开始要征50%哦，也让全世界又产生新一波的动荡了。那在这个节骨眼呢，他一方面又希望能够赶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吗？透过了贝森特对外放话哦，因为贝森特在 CBS 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就讲到中国扣下了印度、欧洲的供应链的一些关键产品这是不可靠伙伴的作为。那他有信心呢，接下来川习热线通话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哦。而且呢，他还讲说这个稀土的问题，他说是中国扣住一些协议中承诺要释出的产品，这些商品哦。那不确定这是源自于中国体制内的问题，或是刻意为之，得要两个人谈了之后才知道。好啦，他可能是想要逼着中国大陆要赶紧来跟他通话，新一波的这个钢铝关税现在恐怕影响的层面不光是能不能逼到中国大陆而已而是他自己也深受其害。我们这几天才在节目当中讲说，现在很多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可能家庭当中因为吃不起一些商品了，一些菜色都得要缩减，开始要买这个罐头来吃了。结果现在钢铝风暴恐怕又要波及到这些罐头啦。现在报道说，这个金枪鱼鸡汤水果、番茄酱，还有啤酒苏打水这些涉及到金属包装的食品，通通都要受到影响啦。也就是说，哪怕你是为了省钱想要去买这些罐头商品，可能接下来价格都要水涨船高了。就是又是美国的消费者又再次受害而且呢，你看德国的钢铁联合会主席，他也是这个反弹很大他说这个传统钢铁供应那因为高昂的关税会面临到失去美国市场准入的威胁而转向欧盟市场，那会进一步加剧欧洲本来就已经不小的内部压力了。所以欧洲的反弹很大，欧盟就反击就是说7月份就要对这个美国产生报复7月14号会自动生效，或者是依据需求提前生效。欧洲的反弹大，那看看澳洲同样也是很生气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他讲说，这是美国的经济自残行为又一桩怎么会把这个钢铝关税从25%又要提高到50%嘛？这是在自伤自己，也是害惨大家那可是呢，这个川普倒是信心满满，他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他说，因为呢，这个接下来这对于美国来说会有很多的好处嘛。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法。We are going to be imposing a 25% increase. We're going to bring it from 25% to 50%, the tariffs on steel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 will be no layoffs and no outsourcing whatsoever. And every U.S. steel worker will soon receive a well-deserved $5,000 bonus. People say, well, we'll move to another place or we'll do chips or we'll do something like chips. Somehow you don't want to do chips. I'm looking at these giant guys with the giant arms. You're not going to like doing chips. 对，所以他的看法是觉得说，因为你们肌肉很大，所以你们不会想做晶片的，因此他要这么做。那也有人讲其实川普会这么样突然发飙要这样子对关铝的关税提高，其实呢是冲着中国大陆的这个稀土禁令而来统计资料显示，有78%的美国军事武器系统呢是被中国大陆的稀土卡住了脖子。那2025年的5月初，美国的国防数据显示呢，像是这个 F-35 这个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到 F-35 战斗机其实美国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稀土的深度依赖。因为中国大陆其实是掌握了全球99%的重稀土供应，还有90%的精炼技术所以当然这使得川普现在想说那我用钢铝来反击，只是不知道这个后坐力恐怕自己也是伤害挺重的呀。那还有我们看到了这个
彭博讲到了，美国最快6月会扩大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范围。那现在是要为了遏制中国技术崛起的行动，像是华为啊、长江存储啊这些中国大陆重要的半导体设计还有制造企业，现在已经被美国列到了实体清单当中。只是呢，美国有一些这种科技平台的这种专家像这个科技平台创始人就说，其实在晶片产业当中我们很难说当今的美国是否还站在科技的顶端，现在他们连自己都不是很确定到底掌握多大的一个领先优势他说，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对华的制裁并没有阻止中国取得先进晶片的技术，甚至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激发了中国企业开发自主技术突破技术制裁的决心跟毅力你等于说把沉睡的巨龙给唤醒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大家都觉得说，好像美国这么做并不见得是个好事就像是之前辉达 CEO 黄仁勋就讲啦，他说你越去限制中国这个取得晶片出口管制反而会促使华为的实力提升。那前一阵子因为 H20不能卖，所以辉达现在又有新款的这个晶片叫做 B30 晶片那说现在已经去接洽了一些大陆的科技大厂，比方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跟腾讯他们都表达了购买的兴趣。只不过华为现在晶片也是不逊色它现在呢要打造红色链来涵盖 IC 设计材料这些领域所以等于是覆盖了整个半导体的设计材料 EDA 这些关键领域，要突破被美国给卡脖子。晶片方面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了，那机器人现在也是另一个战场那我们看到马斯克讲说，接下来全球可能第2到第10名的人形机器人都会是来自中国。那他是说他是第1名啦，只是说这个第1名真有这么有把握吗？宇树科技的新机器人曝光了，就是说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有26个关节这样子的一个灵活的活动度但是定价还没有曝光，已经引发了市场上非常大的讨论度甚至有人讲说，这个特斯拉还在跳舞特斯拉机器人还在跳舞，宇树的机器人已经是卖疯了呀。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川普这个钢铝加到50%，等于完全他前面的承诺都无效了。比如说有人暂缓关税90天到7月2号，欧盟到7月9号，中国到8月14，通通都不算，那谁还要跟你谈就你随时都可以改这个打到蛮多人连台湾都中，你知道吧？中钢，台湾有不止中钢，我们总共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是38亿美元一年连印度也中。印度是不锈钢的管，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打到非常多的国家了。那事实上是严重使得外国对你的诚信不相信嘛，就觉得跟你谈是没有用的你随时会改那中国大陆，我认为目前真的跟美国是杠上了。美国考虑的当然主要是稀土了，那美国当然就是解读那个日内瓦的协议。就包括稀土开放了，那中国大陆事实上从隔天就说又扩大战略会议，说没有包括稀土，对，那美国好像都没有看到一样那到现在才在那边发飙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凸显出美国对稀土缺货的急迫程度所以，因为相对上，即使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有很多新的措施比如说最近就是对那个制成软体的制裁 EDA 可是我讲白了啦，这个最后都会帮到华为啦，因为华为也做出了 EDA 嘛，不然华为那个5奈米的晶片怎么制造，对不对？据我了解，美国是找到一个新的东西了，要来跟中国对抗就是乙烷，就是美国出口丙烷跟乙烷到中国，那丙烷的部分，中国依赖59.1%，那中国大陆现在在找中东国家嘛，那大概可以使依赖美国的程度降到30几这样，可是乙烷就麻烦了，
以往是100%哦，那美国刚刚下的一个令，说以后所有的以往出口商要卖的时候要取得出口的许可，我觉得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坦白讲，我是蛮不乐观的。我认为中美可能又要再撞上啊，那其他国家也是。当然，川普自己破坏了自己的诚信啊，那一定会让欧盟啊、日本啊等等国家提高警觉。等于休兵2星期又开始了。来问一下介老师，那个川普这个又是突然之举，他不是说他跟各国的这个贸易谈判谈得不错吗？跟欧洲人家他不是要放了好消息，说这个范德雷恩打电话给他，会好好跟他谈判。之前当然欧盟不理他，他火大了，就警告是吧？你要不弄的话，我6月1号开始给你50%的关税。结果他说欧盟屈服了，好像都不错啊。那这个日本的贸易谈判代表，第3轮的也已经到华府去了，这个所以啊，都好像都在进行中啊。可是又突然，我觉得就是说对钢铁、铝又加增了2倍啊，本来是25%。那现在变成50%。其实，在之前的话，美国跟日本之间好像在日本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这部分，好像也已经达成妥协了。那各界就认为这是日本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也有不少突破啊。你看钢铁的时候，这个日本也让步啦，本来是已经决定要买美国钢铁了，结果川普他们不认账啊。对，那现在变成等于说双方合资了，日本也让步了。那怎么搞得突然又记了50%这个关税？这个主要的受害者基本上欧盟是第1名啦，欧盟、日本、韩国，然后呢，印度也受害，我们也中，然后还有一些怎么讲？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在，像越南它也有做钢铁，那是我们台湾去投资的钢铁厂，那就变成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受的害并不多。因为中国大陆的叫销美的钢铁，似乎在2-3年前就已经完全被美国封杀了，它就单独对中国大陆钢铁已经寄出25%的这个高关税。那现在的话还有30%啊，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本来没有受，所以这个目标看起来是他目前正在谈判的所有的这些美国的传统贸易伙伴。那为什么会突然变卦又出来？6月4号对，我们今天2号了，说来就来，说来就来了。那这里面我的研判就是说，他其实吹牛吹半天，他跟日本、他跟欧盟、跟印度跟韩国，我认为这些双边的贸易这个谈判基本上进展不顺利，所以才突然就怎么样，又施压。这个就是施压的角度。那欧盟已经说，你如果不改的话，我7月份我有一份贸易制裁清单，我也出来了。那你想想，这种情况之下，它跟欧盟之间的贸易能够有好的解决吗？不太可能。因为上一次这个欧盟就是说美国寄25%的钢铝的这个关税的时候，欧盟就立刻回应了。欧盟觉得你这个毫无道理啊，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单方面施加关税？欧盟已经报复了220亿美元的商品了，所以呢，如果说我觉得川普真的6月4号如果不是他口的话就是川普 always chicken out 的话那这件事情我看又会造成新的一轮的这个争议，对美国没有好处的，太好了。他就耀武扬威，想要过个生日啊！来问一下严老师。我觉得这个第一个这个钢铝关税在上一波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际贸易法庭在做出这个它关税与宪法抵触的时候，说钢铁关税没有，就是其他的关税，就是4月2号的关税都是与宪法抵触，因为它是用说是紧急状况之下你可以制出来。那美国没有碰到紧急的状态，譬如说你被哪一个国家攻击、恐怖分子等等，并没有发生嘛。所以这些关税，4月2号的关税全部都是不合与宪法抵触。但是之前他的第一任的，包括拜登也继续的这些钢铝关税，
是没有与宪法抵触。那我在想，川普会不会说，哦，原来这个跟宪法没有抵触，那我就在这边加码啊，来弥补我可能另外一边不一定。虽然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联邦上诉法庭说暂缓执行，但是也是6月6号吧，还是几号？就是这个礼拜之内就会做出决定，说我是给你补件啦，因为我现在太复杂了嘛，对，所以要补件完以后再看说这些到底有没有与一些抵触。但这些我们先不去谈，就谈因为钢铁是可以的，所以川普就是在加码啊。可是加码我就一直强调说，川普他有一个用来说服他的支持者或甚至反对者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这个口号，就是说我今天拿了关税，我就可以用这个关税来打掉我的联邦政府的预算的赤字啊。所以我们大家会认为说，他今天譬如说他在减富人的税，那是劫贫济富，然后我们认为说今天大陆的一般的这些民生用品进入到这个美国让这些中下阶级的人负担重了。可是川普也讲过一句话，不要忘记，他说你洋娃娃可以少买吧，就是你如果一般的人食物不会影响嘛，就是中国大陆进来都不是食物，都是日用品少用一点不会饿死。好像听起来还不错，可是现在如果连鱼罐头，连这些这个一般民众的啤酒罐头都涨价，那这个生活就不一样了。不是你讲的，就是说你可以少买一些，因为美国人常常有些东西是多买的就是没有不是和生活我讲基本维生没有关系的，那就是享受一些，那你享受你就付代价，多付一些关税。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接受，可是现在不是了。如果刚才我们讲说这些鱼罐头、这些一般的食物都会有受到影响的时候，那就是下层阶级真的是受到冲击了。那我就回头来讲，那真正就是川普的劫贫济富，让这个整个美国，因为他现在还在想要通过这个什么又大又美的这个法案嘛。那可是我觉得参议院就会要当心了，因为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按照众议院的版本，那真的会很有争议。所以我相信大概未来会做一些修正。但是川普是一个不会认输的人，所以他必须要展现出他在有些议题上面还继续主导。那另外现在放话说他要跟习近平通电话，我觉得习近平不会那么快跟他通电话，因为太难预测，我都不知道我跟你通电话以后又被你出去乱讲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川普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种这个爆料的这种这个叫什么社群媒体一样，你只要跟他上过他一次节目就很惨了我觉得最好不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忙回来。好，川马真的是闹掰了哟，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马斯克要离开之后呢，现在抱怨连连哦，他还讲说 Doge 成了代罪羔羊，不想为川普政府做的一切扛下责任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讲得越来越明白了，之前还有所保留啊，那为什么闹得这么僵呢？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一连串的动作，不光是这个马斯克的去职，当时也是风风火火的，他推荐他自己的好朋友嘛，去到 NASA 担任署长，结果现在被撤销了他的提名，就是因为呢，这个好像被抓到，曾经他捐钱给民主党，所以人家讲说这就是什么人走茶凉啊。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大又美的法案，真的这个马斯克是不挺了，挺不下去了。大又丑的法案才是他真正的一个感受哦。那 Newsom 也讲到了，这个340万加州人也因着这个大又丑的法案造成了6大冲击哦，包含了像是这个生育计划这些非营利机构的这种补助啊，还有终止加州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资金，删减一些无证移民
所获得这个非急症医疗补助这些相关的这种冲击啊，都是非常严重的。有140万人的加州人会失去医保，所以看起来影响层面非常之大。那再来，这个美债看起来大限快要到了，倒数计时，华尔街是看衰哦。不过贝森特呢讲说，要信心喊话给大家，他说我们是处于警戒线啦，但是绝对不会碰壁的，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可是现在大家的信心是不够的呀，连国际金融协会都警告说，美国现在债务飙升，不仅是危及自身哦，可能会引发全球的一个危机。全球的市场现在都是严阵以待啊，但是川普可忙了，他现在忙着这个钱滚钱嘛，因为他现在还跟这个佩佩币合照哦，引发了这个迷因币暴涨。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的 po 文图的这个左下角出现了佩佩蛙的身影啊，哎呦，这个大家讲说，这是不是要做多佩佩币呢？所以他在半个小时之内飙涨了5%，而且他自己本身川普媒体也砸了23.2亿美元来买比特币哦，现在晋升为美股第4大持币公司。所以他现在开始就是大规模的就自己在赚钱，笑呵呵在投资虚拟货币哦。但是呢，美国人的这种一般基层民众却不是这种感受啊。他是不是有一点好像就把这个金融市场当成游戏一般？但是美国的民众却是不愿意再花钱了，对于现在的经济存有潜在焦虑症哦。他们4月份的时候呢，平均起来个人支出、消费支出上涨了0.2%，较前3个月的0.7%明显是放缓一些。但是呢，谁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很多的家庭现在能省则省，尽量省钱储蓄哦。那所以大陆的网友讲说，这个川建国的回力镖回去了，回到了现在美国自身他们的消费市场上，民众的消费意愿大减。那还有呢，这个美国的民众开始不愿意花钱，也反映在你看超市空一片，大家抢的是什么？黄标商品哦，就是有折扣的价格的商品，他们才愿意买。那现在普及算了一下，来自 Made in China 的这样子的产品，中国制造的 Top 10。排行榜呢，第1名是这个婴儿车，然后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生活的用品啊，什么保温瓶啊，然后童书啊、梳子啊、旅行套件啊，这些都是美国人非常爱用的中国制商品哦，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 CP 值非常的高，而且啊，其实当中像是一些什么电话设备啊、电脑啊、玩具啊、荧幕啊，他们其实都是这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制造哦。还有人讲说，去到美国人家的厨房啊，硬拿一个中国制的产品，所以其实你很难跟中国大陆的商品脱钩了。那你既然又要买，可是又买得贵，那不是让这个美国人的整体的生活品质大幅下滑吗？那所以贝森特就这样悠悠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并不寻求跟中国脱钩啊，但问题是你不脱钩，你一直涨价，你害谁呢？还不是害到你们自己美国老百姓？”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因为有一些指标对美国是不利的啦，比如说那个 IMF 估计全球经济成长，到目前为止啦，因为未来可能还有其他变数啊。如果目前的状况是减1%，全球，那美国呢减1.5%，领先全球，就美国就是受创最深了啊。美国本来今年预计是2.5%。那现在只剩下1%，这个是到目前了，现在是6月啊。那另外，美国的关税现在已经涨到接近20%了。美国的关税本来只有3.3呢，那你去想一想，这个怎么可能不反映在物价？所以美国现在普遍的东西是上涨嘛，而且这个还没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是暂缓，对不对？所以一般人估计美国的关税到今年底可能会到接近30%。那我才不相信你物价不会上涨，怎么可能呢？这个我进口商会自己吸收才有鬼啊，对不对？我认为出口商、进口商最后吸收的几率都不高，都是到消费者。对，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从2018开始跟美国打贸易战，有人做研究了，那事实上，事后证明，
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后来有少掉差不多1000亿了，可是陆续还在进口到美国的，普遍是消费者承担了这个成本，这个就是事实啊，所以简单讲叫做美国人，他事实上他的生活的实际的支出在变少了，我就是说他能够得到的好处了变少，因为东西变贵了啊。那你也知道，川普有一个政见叫小费不要课税嘛，因为真的他有很多服务业，很多那个员工就是靠小费在支撑生活了，对，不然那个不足以过相当的日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啊。那如果中国跟美国在谈崩啊，那我估计另一波的缺货危机又来了啊。那这个6月的美债，我认为不至于有违约啦，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3个月到1年的短债，短债要找人家来接手，这个美国财政部跟联准会还是有一定的能量啊。他可以拜托美国的金融机构啊，拜托啦，续约啦，续约啦。你认为我们会不会续约？100%续约啊？他会打电话啦，那因为是短债，他面子上下台阶还有啦，短债风险没那么高。可是你如果要叫人家买10年债，我觉得不太可能啊。那当然，他也可以拜托那个中东那几个国家啦，说短债买一下啦，这个有可能。所以我认为违约应该没问题，重点不是违约啦，重点是人家长期看坏，所以购买的欲望越来越低。比如说上个礼拜拍卖20年债，只有160亿美元，这量很少啊，结果利率拉到5点多才成交，所以它会有这个问题啦。那个20年期的债，那就拉到5%以上。不然就没有人要买啊，就变成这样。好，谢老师。马斯克当然对川普的这个整个的施政很不满啊，对不对？他最不满就是这个大而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减税，可是增加支出这个法案，对，因为他事实上本来说美国政府花7兆嘛，我要砍掉2兆嘛，那花了那么大力，为全世界视为罪人。也不砍了1000多亿而已啊，对，所以砍政府的钱是蛮难的。可是他就说，你这大而美的法案，事实上话，你不但没有削减支出，你还增加支出，对不对？我把人砍掉，我把机构砍掉，就是要让政府的支出减少嘛。因为共和党是小政府，政府不要去做那么多事，做的事都是浪费，要不然就是贪污。哎，现在我们台湾不是这样吗？还要搞什么什么个主权基金，一个这么贪腐的政府搞主权基金，你会相信吗？对，多恐怖啊！所以马斯克基本上跟川普的作为就产生抵触。我花了那么大功夫减了1000多亿而已，多难啊！你光你国防经税你就增加了多少？你就增加了快1000亿啊！对啊，其他的支出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主动的砍嘛，对，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就觉得我不要被你背黑锅了，我帮你做的这么努力啊，结果你实际上做的跟我做的事是什么呀？相对立的，而且呢，这里面现在呢，川普当眼前的红人啊，马斯克已经退居第3了，大红人是什么？就是 Scott， 川普每天讲那个 Scott， 你猜是谁？贝森特，对，第2个。美国现在川普还说这个将来呢，我可能不选2028了，这些几个都不错，包括什么 Rubio， 对，你记不记得 Rubio 跟马斯克在内阁会议的时候2个吵架，对，然后马斯克又跟谁？贝森特，2个还差点打架，结果你现在对我不喜欢人又重用，你说马斯克他情何以堪？当然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了，拍拍屁股走人。另外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实上的话，美国对中国大陆这一次怎么讲，制裁不成，本来是145%的，意思就是要不管你是婴儿车、人造植物什么东西都不要，我不买了，美国人不买了。可是行不行得通？行不通。所以从145%马上谈一谈就变成30%了，那这些都回去了。
现在呢，这个太平洋上面的货轮啊，从这个中国到美国的货轮啊，现在这个货柜价格大涨，为什么？美国人在开始什么囤货？美国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性价比的，短期他也找不到替代品，所以美国不管是沃尔玛或者这个还是 Target 都在囤货。可是这表示川普就会不打压中国的产品吗？我觉得他现在是让这些美国的这些零售商去囤货，可是呢，过一阵子90天过后呢，囤的差不多了，他就要对中国还会继续下手，他不会停的。好，来问严老师。我想这个加州这个提到这个有关这个失去医疗保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美国人确实就是说跟我们台湾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是这个全民健保。那美国的医疗保险就是你在哪一间公司，譬如说在你在 TVBS， 就是 TVBS 帮你负责你的医疗保险。那你离开换一个公司，就是别的公司负责。那所以美国人有时候很怕失业，就是因为一失业，他的健保就断掉了，医疗保险就断掉。断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还可以暂时让你有6个月或1年的时间，还可以继续使用买这个东西，但有些就没有了。所以美国人对医疗保险是非常敏感。那特别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是 part time 的就是兼职的，或者工作不到20小时，就是没有健保的，所以一部分的人是为了健保为了医疗保险而去工作，因为那个真的是你要单独去保不起。那今天他这个加州你的补助拿掉，就有很多的人因此而没办法得到这样子的补助。奥巴马当初的健保就是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是在工作与工作之间怎么办？还好有个欧记健保可以稍微让你不需要这么忧虑。那如果今天你把这个都砍掉的时候，我觉得对美国的人造成的心理的恐慌是很可怕的。那另外我要特别提到因为在这里头有提到中国制造产品，譬如我就讲一个小提琴好了，大家觉得小提琴不是欧洲做的最好？对，那是职业音乐家用的就是这表演者用的。那个是很贵很贵的，可是你说从那个小朋友这么小开始学小提琴，那些1/16的、1/12的、1/8的、1/4、1/4、1/2、1/4、这么多不同的，那你如果看到你儿子学了一半，女儿学了一半，没兴趣，那就买一个中国的，反正用完了也就算了嘛，你不需要花钱去买那么贵的，而且它不断长大，不断用新的那个不同的 size 的。那我觉得这个中国方便了美国多少学音乐的人，他们现在如果变得要有这个那么高的关税的时候，确实会很伤。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东西那更不用讲。我们在台湾现在是禁止放鞭炮了，可是美国你看那个美国国庆，哇，闹得很，放了好大好多的，那个美国人很开心的，全部放的都是中国的鞭炮，所以川普应该感谢中国。让他们帮忙庆祝美国国庆马上7月4号就要到了美国国庆放的烟火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讽刺的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到了这个香格里拉论坛意外也成为了这个印巴之间的角力场那这个印巴的参谋长就在相会，隔空交锋。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呢，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冲突虽然已经达成了停火，但是外交的纷争仍然是没有停止两国的参谋长呢，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隔空交火，他们虽然在不同的会场但是是隔空叫骂着，就是骂着对方因为就避免要这个面对面的冲突。那所以呢，印度的国防参谋长他提到了，印度已经重新划定对于恐怖主义的红线希望这一次就是5月7号的空袭能够给敌方一些警示，让他们意识到印度的底线。但巴基斯坦的参谋长呢，就是讲说印度是违背了联合国宪章，非法实施了空袭，还有导弹攻击，酿成了伤亡，现在还要把水资源武器化所以要暂停印度
度河用水条约，这对巴基斯坦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那印度的联邦议员他们还要重申印度政府的立场就是呢，不管怎么样，反正停火是这个你们巴基斯坦提出来的，所以输的不是印度输的一定是你们巴基斯坦所以现在看起来，哪怕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场合上面，仍旧是针锋相对啊。那现在印度要对于水资源成为下一个战场吗？巴基斯坦现在农作物的播种陷入到了危机因为主要就是印度呢，这个在上游管控了这些水限制了杰纳布和水量所以现在两国原本是有宣布停火，但是这个水资源的共享仍然面临到了一些风险。印度搁置这样印度河水条约的举动呢，这其实是莫迪要提供一个这个新的这样子表现出来，他们印度民族主义正在对巴基斯坦施压的一个做法呀。那这个中国大陆的学者，我们最近引用他，这个高志凯也是劝印度你不要用水作为对付巴基斯坦的武器，因为印度不要忘了，你还有上游我们来听一下。Don't try to do things to the people in the downstream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be done to you. Be peaceful with your neighbor rather than be. It sounds less like an advice, more like a threat. Don'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n'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Are you saying India will pay for it? And this i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ndia likes it or not. This is because the water originates in China. China is the real upstream country.所以现在这个是不是中方才是真正这个握有最上源、这个最上游的水源的？那再来，印度现在说要批准46亿美元紧急的军备预算，要专注于无人机跟电子战的系统也是他们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单次国防追加支出。那说未来的1到2年，无人机的支出将会达到4.7亿元那所以他们这一位巴基斯坦参谋长，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他全程是笑容满面。他就讲说我要清楚表达，中巴的友谊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比钢还强那所以他们都被称为叫做巴铁嘛，巴基斯坦是中国大陆的巴铁，所以他们这样的存在，你还要跟他比无人机吗？这个中国大陆无人机的应援的话，恐怕并不是你这个印度砸钱可以赶得上的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印度还说就是要继续来加强自己的这个空战。那解放军呢，最近呢，他们也有持续有一些扩张空中作战半径的计划。现在连空军学校的学员也要驾驶这个歼10战机，还要实施空中加油。在结训之前呢，必须要取得空中加油的资格认证。那军事专家就分析这意味着这个解放军空军，以往攻守兼备的战略思考，逐渐变成向外投射。那印度现在该怎么办呢？要赶快自己造战机吗？我们来听一下。Now, India said they want to build their own planes. I wish them good luck. It probably will take several decades. Because in China, we spent many, many years in working very hard and in gathering all the information, coming up with a unique Chinese design, and then keep improving over the years, over the decades, etc., until we reach the level of perfection. 好，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印度河水条约是1960年就签了，而且当初是6条河，两国各分3条嘛，对不对？所以印度基本上这个动作是违法的。可是这个东西就是麻烦，就是以前巴基斯坦曾经向世界银行，因为这个水权、水资源是国际上是世界银行在管那巴基斯坦曾经寻求世界银行介入，那赢过一次，可是那个要拖很多时间因为这个如果都不让他用那大概灌溉用水受影响，大概会有60%这相当大。那水电大概20%所以其实巴基斯坦会立刻陷入困境就是它有一个水，它电力就会减少嘛。现在夏天来了，
很热啊，我们台湾都会担心夏天的时候停电，巴基斯坦更热啊。那农业灌溉那立刻就会枯竭啊，那造成很多农民没有收入啊。所以我认为，我不知道高志凯讲这个话有没有代表政府啦，因为真的在水问题上能够相对制衡印度的真的是中国，因为中国在印度的上面了啊。可是中国有没有必要做到这里了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印巴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巴基斯坦到最后如果被逼到没办法，因为不管是寻求联合国啦、安理会啦、世界银行啦，坦白讲都缓不济急了，所以到最后会不会不得不用军事手段？这个恐怕就是问题了啊！就是我只要把你那个蓝坝把你炸掉，水不就下来了？啊，可是这个就是两国又进入交战的开始啊！因为我跟你讲，这种水资源的争夺战，在中东跟非洲是发生过很多战争的，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这个不可能啊！如果印度真的要这样硬干，因为这个是不只是农民损失，这可能也有生命问题啊！所以就逼急了巴基斯坦。会不会寻求军事手段呢？这个当然很多人会希望不要，可是不要也没有解方啊！本来大家是说，印度是不是有全面封，还是局部封啊？那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严重因为印度就有一点，所以印度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啦。你这样封是要干嘛？就是你这个也要作为一种谈判的条件，那你到底要什么？因为克什米尔那个问题已经结束了现在空战已经结束了嘛，那印度大概也不敢再打空战了嘛，那所以你到底要从巴基斯坦拿到什么？所以让你祭出用那个封水的方式施压我现在真的看不到，我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印度就是在生气所以他就把你的水给堵了，要让你难受。就是不要让你每天笑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啦，就是有点小学生在吵架的味道啦。绝交就对。好，来问介老师。这个高志凯他说印度要造战机，事实上没错，印度他说要造5代机了那高志凯他没有更明确指出来，就印度造战机的传统跟历史是什么样子啊？你知道印度现在是有自制的战机，可是打仗的时候都看不到，都看不到。那这个战机也很有名，叫光辉战机。光辉战机它的研发历史，我稍微做一下介绍哈。它1985年宣布开始研制，到它首次试飞到2001年，中间花了16年，研制到第一次试飞16年，然后呢？首次试飞以后，到它正式入列，就是说印度的空军说好，我们就把它当我们战斗机，花了多少？花了14年。也就是说，2015年才正式入列。从研制1985年到2015年，这个中间一共花了30年。一架飞机花了30年，最后才能够说让它空军说好，让它变成我空军用，印度空军才接受然后呢，这架飞机呢，你说是印度制吗？对不起，它引擎是美国的奇异公司造的，然后它的雷达跟它的飞航航电系统，对不起，是以色列造的。那请问一下，引擎也不是你造的，这些雷达、电子、飞航系统也不是你造的，你还花了30年，你到底在搞什么所以我看了有一些节目国际上节目说，印度要造5代机这是可能要花的时间还不止30年呢，对不对？所以高志凯他说要用 decades 加 s， 事实上也讲对，一个 decades 就是一个10年嘛，所以 s 再加10年，所以印度真的，我觉得印度人很奇怪，他就是斗气，常跟你斗气。我们中国人讲说要斗智不斗气。印度人专门不斗智，他专门跟你斗气，
所以这个印度的战斗机啊，所谓5代机，我们就拭目以待。因为他说啊，要追加46亿啊，要做什么呢？做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请问一下，你这个40几亿花进去的话，你是自己做呢，还是跟人家买？你印度现在这次空战吃了那么大亏，丢了那么大脸，就是因为你的系统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你的电子战系统又是以色列的，对不对？然后你的那个飞机又有俄罗斯做的，又有美国做的，对不对？又有这个正标风，又有这个这个法国做的。标风已经是欧洲所有战斗机里面第1名了。欧洲现在做的战斗机的第1名就是标风。结果呢，现在中国大陆的整个战斗体系是用体系作战，对不对？雷达、锁定、追踪跟发射都是什么不同的这个载台在这边进行的。你标风，你3头6臂，还不是被打得很惨？好，来问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巴基斯坦到底跟这一次引发战争的这个恐怖组织有没有关系啊？印度是指控他嘛？那我觉得你在没有证实之前，你用这样的，现在就说你，当然印度就开始攻击巴基斯坦，然后就被打掉。那我觉得也刚刚好而已，因为并不是巴基斯坦说我要主动来先攻击克什米尔，所以这一个我觉得印度在外交上面也很难说服别人。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水的问题啊，我们就先想一想前几年吧，大概10多年前开始，中国大陆在这个湄公河上游在澜沧江开始做水坝的时候做盖水库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中南半岛下游的这个水量会减少，但是从来我们之前听到是减少，而不是停或完全没有水。那同样最近也是大陆在这个雅鲁藏布江也做了这个水坝，那做了水坝之后，会不会也会冲击到印度？当然也会，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是断水，我觉得就不至于发生战争，因为真正你要是去断你邻国的水，那是一个战争行为。那我们看到美国自己本身，像亮哥女儿在加州就知道，加州的水全部都是靠科罗拉多河。那科罗拉多没事就说哇，加州所有的经济都是我们给的，那我们拿到什么好处？这个水都从这个科罗拉多山上的雪融化之后进入到这个科罗拉多河，所以他们连美国国内2个州都会有争议，那就是看大家，譬如说印度可以要求说，这个水是经过我这边下来，那要不要一个好像买路钱一样，你要不要补？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在欧洲，这个你的这个什么天然气管经过是不是要有一个付费的这个情况？那同样，我觉得大陆讲这句话稍微有点真的是威胁了，因为地势高嘛，你这个整个青康藏高原不管往北边、往东边的长江、黄河都从这一个整个这个区块出来，往东南边这个包括这个澜沧江一路到这个中南半岛红河流域等等然后到这个印度这边，它就是地势高，水就是往那边往低处流，它在上面万一拦住，确实是有一个，但是真的是应该是要有一个大家想出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而不要因为水发生战争。我觉得今天因为你如果说真的是停止供水，那我觉得绝对是一个战争行为。可我相信印度人对条约很熟的啦，他大概不至于说全面没有，就是让那个水量变得很稀少，没有什么用了。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水，他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巴基斯坦把这个议题带到一个国际法的层面吧。